大家好，我是猫盾，今天我们来聊最新上线的稀有灵宠饕餮。饕餮的出战技能会对敌方全体造成 58% 的伤害，并对敌方全体施加一层不可抵抗也不可驱散的层层恐惧。每次被施加时，有 100% 概率会额外再施加一层，也就是可以直接叠2层的意思，但这是只有5星才会有的效果。4星饕餮额外再施加1层的概率只有 60%， 所以4星和5星在叠加层层恐惧的速度上是会有很大的差距的。层层恐惧最多可以叠6层，每层会使受到的伤害结果提升 8%。若是在 PVE 的场合，则每层会再额外提升 8%。PVP 的场合，叠满6层的最高增伤是 48% 的伤害结果提升。但在 PVE 的场合，叠满6层却可以来到可怕的 96% 伤害结果提升，这应该是史上最高的增伤了。不过缺点是需要回合数来累积，所以主战饕餮最少也要4星才能用。3星只有 40% 概率能额外施加1层，这样会太慢。现在的 PVP 一般都会在2-3个回合内结束，如果饕餮每回合只能叠1层就太慢了。满星的饕餮能在第2回合开始提供 16% 的伤害结果提升，在第3回合开始提供 32% 的伤害结果提升，这个功能还不足以取代多功能的风伯，所以还是无法威胁到风伯主战的地位。但在刷分活动上会有9个回合的时间，加上 PVE 加倍的伤害结果提升，第4回合开始后 96% 的伤害结果提升，就让饕餮有能力取代风伯在刷分上的主战位置了。在 SP 关羽和 SP 司马懿等能增加灵宠出手次数的阵容下，层层恐惧叠满的时间还能更快，饕餮的伤害结果提升也能得到更大的发挥。层层恐惧的第2个能力会使拥有层层恐惧的武将，每次受到普攻或怒攻时，会额外再受到饕餮攻击历程 80% 的真伤。此伤害每触发1次，效果就会提升 5%， 最多可提升 40%， 每回合最多触发5次。真伤一向是刷分很好用的技能，所以主战饕餮就是专门用来刷分的。说了这么多，以上也只是层层恐惧的能力而已。饕餮在 PVE 的场合还会使敌方全体最终伤害减免降低 25%， 我方暴击伤害增加 30%， 进一步加强了我方在 PVE 方面的输出。我方对拥有层层恐惧的目标造成伤害时，还会根据目标身上没有一种异常状态，就提升对其造成的伤害结果 4%， 最高可提升至 20%， 只要5种异常状态就可以达到最高增伤。饕餮是比较罕见的，可以大量提升伤害结果这个高级属性的灵宠。伤害结果是包含了真伤在内的，所以火烧队的灼烧真伤和盾队的护盾真伤都是可以吃到效果的，增伤的覆盖率非常大。即便主战饕餮是个专门用来刷分的灵宠，但在 SP 关羽、关平羁绊的灵宠机制下，即使是放在助战里，多少也是可以吃到主战饕餮的增伤效果的。接下来我们就来看饕餮的助战技能。饕餮的助战技能会在每回合开始时对我方全体施加2层共享的保护效果，保护最高可以叠12层，每层会提升全队 6% 伤害结果减免。看来助战饕餮是用来拆主战饕餮的台的。只要每消耗1层保护，就会立即获得生命上限 20% 的护盾。来自保护的护盾最多可以叠加至最大生命值的 120%， 持有保护盾时会免疫来自灵宠的控制效果。所以主战白泽会被饕餮给废了，没意外的话，水猴子的冰封也会被饕餮废掉。只有风伯这种先挂上乏力，然后再由乏力来触发止息的控制，无法被饕餮给免疫。因为乏力不是控制状态，而止息也不是直接从灵宠来的控制状态。助战饕餮的第2个能力会在敌方每个单位被施加4个异常状态时启动，饕餮会随机吸收其中2个异常状态，并将它升级为衰弱类异常状态后，再重新附加到原来的单位上，
并使自身获得一层保护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可以随机将敌方的2个异常状态升级为衰弱类异常状态的意思。助战饕餮的第3个能力，饕餮每回合都会将我方每个单位被施加的前3个异常或衰弱状态吸收和储存，每吸收3个异常状态就会获得一层保护。控制状态和部分特殊效果无法被储存，但吸收的部分应该还是可以生效的，只是控制和特殊效果无法被饕餮再利用。当保护累积至6层时，饕餮会消耗6层保护，来对敌方全体造成攻击力 70% 的真实伤害。饕餮在不同的时间触发此技能会有不同的效果。若是在首回合内就触发消耗6层保护的效果，就会使我方获得3层全队共享的报时，可持续1回合。每层报时会提供 20% 无视防御抗性，并且在龙魂值不为0的情况下，每层报时可被视为1点临时龙魂值，用来释放龙魂技，但每次仅能消耗1层。在 SP 诸葛亮的空城机制下，龙魂值的最高上限只有2点。那些需要3点才能释放龙魂技的魂将，全都因此而无法释放龙魂技。但有了饕餮的临时龙魂值后，这个问题就可以被解决了。3点龙魂值才能释放龙魂技的魂将，拥有2点就可以释放龙魂技，而2点龙魂值就可以释放龙魂技的魂将，也可以更快的在拥有1点龙魂值时，就可以放出龙魂技。不过，由于报时是共享的，而且后续也无法补充，所以这临时龙魂值最大的用处，其实也只是为了加快队伍释放龙魂技的速度。若饕餮是在首回合后才释放消耗6层保护的效果，则技能会变成在释放真伤的同时，也会将所有储存的异常状态升级为衰弱状态，然后随机施加给敌方单位，最多可施加18个异常状态，每回合最多触发1次。这边就是大家最担心的，命魂曹操会不会被饕餮给克制的部分。首先，饕餮吸收的是我方每个单位被施加的前3个异常状态，一般命魂曹操在释放命魂技时，都已经来到了回合的中期。除非你的队伍在回合前期都无法为敌方施加任何一种异常状态，那么命魂曹操的罪兆才有机会被饕餮给吸收掉，并有机会在第2回合后返还给你。其二是控制类的状态无法被返还，所以命魂曹操最多也只是损失掉几种罪兆状态而已，还不至于会致命。实际上会被饕餮吸收的，更有可能会是释放快的灼烧状态。只要有灼烧做挡箭牌，就不必担心罪兆会被吸收了。那么目前如日中天的火烧队又是否会被饕餮给克制？答案是不会。饕餮能吸收灼烧，然后再将灼烧返还给对面。若你也是灼烧队，那么你只会有更多的灼烧状态可以引爆。所以真正会被克制的是没有助战饕餮的那一方。现在是一个异常状态满天飞的版本，而饕餮又是唯一一个能反制异常状态的手段，所以非常重要。若是没有饕餮，双方在异常状态的数量上就会呈现一面倒的现象，难以翻身。助战饕餮的第4个能力，会在我方武将造成真实伤害时，对其随机施加1层已吸收的异常状态，全队每回合最多触发10次。这让我方武将在打真伤的同时，也能施加异常状态，当然前提是饕餮要先吸收到异常状态。不确定火烧这种间接引爆灼烧伤害的真伤，是否也能触发这个效果。但 SP 诸葛亮和命魂曹操的真伤应该都可以。我方武将造成真伤的同时，也会给我方全体施加1层贪欲。贪欲最高可叠加15层，每层会提供 5% 增减伤，效果会持续到战斗结束。在前2回合中，若我方在施加异常或衰弱状态时，贪欲已经叠满15层，那么施加的异常状态就会自动延长1回合，这边又再次加大了异常状态的影响力。饕餮的最后一个效果，会在前4回合中，使我方每次受到生命上限降低的效果时，有 75% 概率将其吸收，并转化成等量护盾。
这个效果才真的动到了命魂曹操的罪兆状态，因为其中一个罪兆就有使最大生命降低10%的效果。有类似降低最大生命值效果的，还有命魂法正、SP 孙策、SP 关羽、SP 大乔等等。总之，饕餮有能力将最大生命值降低的效果给废除。女团在有了饕餮后，就不会再被命魂法正强行的把最大生命值给压下来了。不过，女团想要有所起色，估计还是要从命魂黄月英开始吧。最后来对饕餮下一个总结。主战饕餮刷分用，4星启动，但4星的一定会被5星的压制。助战饕餮3星就有其最基础的效果，但效果会比较差。4星够用，但要5星才会有贪欲和对抗最大生命值降低的效果。饕餮不会真正的克制命魂曹操，但它确实会使命魂曹操变得不是那么的重要。即使没有了命魂曹操，你同样也可以透过饕餮来施加衰弱状态和转移衰弱状态。饕餮对应的是异常状态的版本，它在所有队伍都可以助战上阵，如果没意外，它最先取代的应该会是水猴子。饕餮的能力之后会被老山羊给削弱，最终会在第1只 SP 灵宠火蛇上线后被挤出主流队伍。不过饕餮的提前上线其实也让他多活了2个月，大概还可以用5个月的时间。如果不想抽饕餮的，也可以考虑留给老山羊，甚至是以后的 SP 灵宠，其实就是看你想玩哪一个版本而已。风伯和老山羊会活得比饕餮久一点。风伯已经被第2只 SP 灵宠九尾狐给取代，相信下一个 SP 灵宠就会直接把老山羊给踢走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